几天了嘛。这宋时威可真倔呀！这婆婆把她卖到醉花楼，让老鸨给她订了7天7夜了，她怎么还是不妥协？可不是嘛！她丈夫傅景年都随顾少帅战死沙场了，还守什么贞呢？这不是傻？好了，爷，这边来。这么着急呢你？诸位，今夜我醉花楼大酬宾，只要1个大洋就能买他1碗。先到先得啊！如果你再听一遍，就让我快去陪你。少帅，不可！你还需借假死之机，秘密回城接替大帅的位置。属小之有难，我不能不救。少帅。让开，让不让开？让！真打！哎呦，他怎么我没想到，那就是开玩笑，有这个大洋不是泡汤了吗？十万！景年，真的是你，你没死。侍卫，报，弟妹，我是傅叶安，景年的双胞胎大哥。你忘了吗？大哥，那景年呢？他在哪？景年的确是战死了。战死了！侍卫！亲自交到宋小姐手上。是。侍卫，这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。我傅景年发誓，此生定不负你。景年，你真的死了？怎么连只言片语也没给我留下？景年，你听我说完。景年，景年，你到底要瞒到什么时候啊？景年，沈家兄弟为什么要称大哥为景年？3个月前在前线，大哥为了救我失血而死。他临终前嘱托我一定要照顾好月娥嫂子。我想月娥身体弱，如果知道大哥去世的消息，会支撑不住的。我这才假扮成大哥，等大嫂怀上孩子，有了念想，我再告诉侍卫实情。原来他就是傅景年。那侍卫怎么办？他放弃了上海滩头牌歌星的身份，嫁给你，如今又被醉花楼折辱。如果你不要她，这上海滩还有谁敢娶她？她比月娥坚强，正好没人敢娶她。等到1年后，我就回她身边。5年前，我是当红歌星，他是大帅手下年轻有为的参谋。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难睡。
谢谢。我们相爱相知，直到他为我戴上戒指，许下诺言。我傅景年，此生宁死也不负宋侍卫。傅景年，你还是食言了。宋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认识我？我是受人所托来给您送婚书的，委托我之人恳求您在3日之后改嫁于他。婚书？你既然认识我，应该知道我的遭遇，还敢对我下婚书？宋小姐，您不必妄自菲薄。他比月娥坚强，不碍事，正好没人敢娶她。等到1年后，我就回他身边。傅景年，你欺我辱我，还想我再苦等你1年？如今还是有人敢娶我。如果我嫁给他，他能带我离开傅景，傅延安的控制我，易如反掌。好，我嫁。弟妹，到家了。延安也真是的，非要把那个阿杂玩意儿给接回来，景年都被那个扫把星克死了，我们傅家干嘛还要收留他？娘，我带弟妹回来吃饭了。母亲，大嫂，我回来了。呀，你也快吃饭。昨天折腾了一夜，今天早饭都没吃，就去接弟妹。哎，娘在这儿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延安好不容易才打完仗回来，你们这是久别胜新婚呐！我这老婆子心里高兴得很呐，就盼着你俩呀给我抱一个大胖孙子。哎呀，娘，别不好意思呀。娘，您不用等啊，我怀孕了啊！您的愿望成真了。哎呀，真的呀，儿媳妇儿。哎呀，真是个笨手笨脚的蠢货。对不起，我这就收拾。太高兴了，太好了，有后孙子了。什么时候？你刚从战场回来没多久就怀上了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恭喜大哥，大嫂。得知我的死讯后，宋侍卫寻死觅活，何时像现在这么平静了？太好了，吃饭，都吃饭啊！哎，吃饭，你要多吃点儿。来，月娥，你辛苦了，多吃肉。你也吃。辣椒？也别怪我偏心月娥，同样是榨菜，有的人领情，有的人一脸嫌弃。骨头硬是吧？这70度的老白干灌下去，我看你还硬不硬？我的胃被老鸨灌烈酒烧坏了，吃不得这辣椒。娘，弟妹的胃被灌坏了，吃不得辣椒。不过
毕竟是娘的心意，你就少吃一点，就尝一口，不碍事的。来，装什么可怜呢？就好像我这个长辈逼迫你似的，爱吃吃，不爱吃给我滚蛋！哎，弟妹，月娥她刚怀孕，需要一段时间静养一下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娘说，刚死了丈夫的女人不干净，更何况你刚从醉花楼回来，身上难免会沾染一些脂粉气，所以你想把我赶走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想让你搬到偏远一点的柴房去，等月娥顺利生产完，我就亲自接你回来。你装的不累吗？傅景年，你装的不累吗？傅景年，不是说好带我去吃糖炒栗子的吗？答应你的事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走吧，这就去买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
更何况，我改不改嫁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亲大哥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你来质问我？当然记得了，这是我与……就更不应该忘记跟景年的海誓山盟。现在你改嫁给别人，你对得起景年吗？不，那也比待在富家睡柴房当血包来得好。那更是你的荣幸。副军长，你不是只说2句吗？半天了嘀咕什么呢？副军长，我意已决。史薇毕竟曾是我弟妹，我就是多叮嘱2句。我傅延安祝宋史薇和大帅可以白头到老。他妈了个巴子，胡说八道什么的啊！谁说史薇要嫁的人是老子？啊？什么？宋史薇不是嫁给大帅的，那是嫁给谁的呀？当然是嫁给我了。副军长，请让开。正如大家所见，我顾之琳在战场上死里逃生。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露面，是因为军中一直有觊觎帅位的鼠辈，借着我这次假死的消息，全部跳了出来。我和父亲联手，于过去3日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因而才耽搁了些许时间。昨天的请帖措辞含糊，想必让大家都糊涂了吧？是啊，少帅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备礼了。那是因为我帅府今日3喜临门，一张请帖可讲不完。3喜临门，这第1喜自然是我死里逃生，而这第2喜则是我今日抱得美人归。那少帅，第3喜是什么呢？第3件喜事，我来说。我儿子会接替我的位置，他不是少帅，他是大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鼓掌！
那宋时威岂不是一跃成了大帅夫人了？大帅夫人，宋时威当了大帅夫人，他会怎么报复我们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帅夫人，宋时威可是醉花楼里的，我听说那个地痞林强也玩过他。他这身份当个姨太太无所谓，这大帅夫人是不是？嘀咕什么呢？有事大声说。没，凭什么你一个勾栏女子，勾走我丈夫的魂儿，还能做大帅夫人？你做梦！老帅说的对，你们凭什么说我弟妹？也就是石威的闲话。是，石威之前沦落醉花楼，但她绝不是来者不拒的勾栏女子。她为了给景年守贞，石威受尽了折磨，还被吊在醉花楼门前7天7夜，如此刚烈，你们凭什么说她？你真是我的好大嫂，不过现在变成大不知道的以为你在揭我的短呢。不过这身份，石威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自然是要维护你的呀。什么？醉花楼不是城里最大的窑子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儿媳是醉花楼出来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儿媳是醉花楼出来的？老帅原来不知道，石威之前被卖身醉花楼，当了数月的勾栏女子。不过听说石威一直为了守贞都没有妥协，出来的时候还是干干净净的完璧之身呢。这是好事啊！放心吧，父亲，这件事还是让我来说吧。不用，老子自来定夺。好大的胆子！宋时威，我看你这只土鸡还怎么飞上枝头变凤凰！我治你了吗？他妈了个巴子！你这个长生妇啊，敢污蔑我好儿媳！老帅，我没有污蔑他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行啊，老帅，他没有胡说，我家月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宋时威他之前是我们傅家的，他什么底细我们最清楚。延安，你快说句话呀！你快跟老帅说，这都是真的。我不能让石威嫁给大帅。如果老帅介意石威身世，不让大帅娶她，那我就还有希望。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也就不得不说了。老帅深居简出，大帅刚刚回城，对宋时威的很多事情都不清楚。不过月娥说的没错，宋时威的确流落亲我。傅景年，你可真不让我意外。傅延安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绝无半分虚假。好啊，好啊！哼，这是有人想我大帅府门上抹屎啊！谁惹的祸？别说了，志林，要不然我们的婚事还是算了吧。没事，万事有我。傅愿安，你所说的话是会影响到未来大帅夫人的声誉。你可知道，如若有假，你和你家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如果有假，属下任凭处置。好，你有证据吗？醉花楼的老鸨就能作证。好，来人，去醉花楼把老鸨给我抓来！不，把醉花楼上上下下连人带畜生都他妈给我带来！是。侍卫，别怪我，我所做的
都是为了不失去你。傅景年，你真是卑鄙无耻！这事闹大了，今天这喜酒啊，怕是喝不成喽。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就是不行啊！轻点！哎呦！老帅、大帅，醉花楼老鸨抓过来了。老帅、大帅，你们找小人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哎，看看那个女的，认不认识？看清楚了没有？认不认识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就是化成了灰，我都认识他。侍卫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等你被赶出帅府，才会知道，傅家才是永远会接纳你的家。认识？好，你说说他是谁？他呀，他不就是大帅新娶的大帅夫人吗？小人今天第一次见大帅夫人如此姿容绝丽，真是美若天仙呐！小人就是这么静静的看上一眼，都是三生有幸啊！老鸨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可能初次见他？他是宋时威，你当初怎么折磨他的，你都忘记了？哎呀，副军长，你可不要害小人呐！小人今天真是初次见大帅夫人，更别说什么我折磨他。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老鸨，你是睁眼说瞎话。就是宋时威明明是被卖到你们醉花楼的，还是燕安从你手里抢回来的呢。哎，老鸨，你说的跟他们说的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老帅呀，小人说的可都是掏心窝子的实话呀。副军长和他的家人为什么这么说，小人也不知道啊。老帅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醉花楼所有的人都被抓来了，你可以问问他们呀。都给我带进来！来，你们看看他有没有被卖进你们醉花楼？没有。这他妈了个巴子的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。傅延安污蔑我儿媳妇醉花楼出来的，我真敢崩了你！老帅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。嘴硬是吧？父亲，别急，副军长素来稳重，他既然敢坚持，想必还有其他证据。大帅明鉴，还有林强可以作证。从哪儿冒出个林强？林强是城里地痞的头头。宋时威之前在醉花楼时，他就一直没能得手。前些天因为我的疏忽，宋时威被他绑走了，但是不知为何林强被仇家所杀，宋时威就逃走了。耍我玩是吧？人都死了，我怎么问？林强虽死，可他手底下的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。老帅，只要给我半个时辰，我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带来作证。副军长，这件事恐怕不能让你如愿了。大帅，不用半个小时，给我10分钟，只要10分钟就行了。就是给你一辈子，你也带不来人。因为林强一伙合共7人，因为冒犯时威，全部被我枪毙了。林强是顾之琳杀的，所以当时不是我走运，而是顾之琳在暗中保护我。儿子，怎么回事？前日我和时威约会，刚分开不久，这个林强因时威貌美，竟胆大包天，想要冒犯时威。我一怒之下就给他们全部都给枪毙了。但没想到到了副军长嘴里却是另一回事。毙得好，敢冒犯我顾大虎的儿媳妇，他就该死。哼！你们还有谁敢冒犯我的好儿媳？不敢不敢。傅延安，你老婆还有你老娘啊，
污蔑我儿媳是醉花楼出来的，都应该枪毙。老帅饶命，我没有撒谎，只是闹得满城皆知，在场的宾客肯定有知情的。对，哎呀，你们倒是帮我说句话呀！谁敢帮我们说句话呀！是得罪大帅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们还没明白吧？老帅的意思是，谁敢再说宋时威坏话，都得死。还有谁敢帮你们说话？所以，这是你特意为了给宋时威洗白，专门设的局。你终于明白了。你何必要做到这种地步？因为我深爱时威，更因为你父家，让他受尽委屈。今日我要借这个局，拿你父家杀鸡儆猴，既是对你父家的惩戒，也要让城中所有人以后对时威只敢敬重，不敢再说半点闲言碎语。宋时威在我父家过得并不差，不算差，就是因为你们傅家能给的一日三餐吗？副军长，看清楚你我的差距。你们傅家能给的，我能给；你们傅家给不了他的保护、关爱，我顾之琳也能给。日后，我不想再在城中听到任何关于我夫人的半点闲话，如若有违，人头落地。那是自然。谁要是敢说夫人坏话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。至于你，副军长，带头以下犯上，纵使家人重伤我夫人，理应重罚。来人，那职位罢免，将他全家一起打入大牢。走，来走。哎呀，走了！大帅，且慢。哎呀，夫人是对本帅的处决有意见？不是意见，而是建议。副军长毕竟有战功在身，而且为大帅出生入死，如此重罚有些不妥。不如改为降职或者罚俸，以免寒了将士们的心。时威心中果然还有我。夫人是维护他？不是的，我是在维护你。大帅刚刚继位，如此重罚功臣，恐怕会影响士气。我既已在你身边，理应做好贤内助。大帅维护我的心意，我已知晓。我关心大帅，我也希望大帅知道。当真？当真。都听夫人的。傅元安，降为师长，罚没工资半年。至于家人，要严加看管。如果再敢重伤我夫人，绝不轻饶。谢谢大帅。谢谢大帅。延安，还不谢谢大帅？要谢就谢我夫人吧。多谢夫人。谢谢夫人。行了，现在人都轰出去，我还等着和我儿媳妇敬我的茶呢。不行，宋时威，你不能嫁给他！妈了个巴子，没完了是吗？啊！信不信我真的崩了你？别说了，爷，别糊涂啊！就算你崩了我也要说，宋时威不能嫁，因为傅锦年还没有死。燕安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景年没死。燕安，是你亲口说景年牺牲了呀。
傅景年这是想做什么？副市长，傅景年牺牲一事，可是你亲自认领尸体之后签字画押，还领了抚恤金的。如今，竟敢说傅景年还没死？我是认领了尸体，但是什么？叶安，三思啊！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可是要被枪毙的。可能是我疏忽了。疏忽？我是认领了尸体。我之所以认定那尸体是景年，是因为我当时在尸体上找到了景年的遗物。不过那具尸体烧得面目全非，或许是景年的遗物落在了尸体上，也并不是没可能。如果景年没死，宋时薇就这么贸然的嫁给大帅，也未免太贸然了。傅景年，我还以为你准备不惜一切挽留我，没想到憋出这么一个拙劣的谎言，到头来你还是个小人。时薇，你应该能体会我的苦心，只要你顺着我的话说，一出这帅府大门，我就跟你坦白一切。副市长，大帅，就由我来处理吧。副市长刚才说，景年可能还活着的理由有些牵强，但是也不是绝无可能。不过，我非常肯定，他已经死了。时薇，你怎么确定傅景年死了？我记忆中的景年，他爱我至深，他曾向我许诺，绝不负我，生生世世都要跟我在一起。如果景年没死，无论他身处何地，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奔向我身边。时薇，我爱的那个男人，就是这般顶天立地、一言九鼎的人。他看到我受尽屈辱折磨，他怎会不管？时薇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死了，死在了战场上。时薇，我……副市长，事已至此，不必再纠缠了。如果你愿意留下喝杯喜酒，我和大帅都十分欢迎。但如果你还要继续闹事，我恐怕就只能送客了。时薇，大帅，时薇，大帅，耽搁久了，我们不要误了吉时，赶紧行礼吧。婚礼开始。时薇，新人请敬茶。爸，请用茶。好。岁岁平安。多谢多谢，谢谢大家。二位新人可以入洞房了。恭喜大帅！入洞房！他如果还在的话，他一定不顾一切的回到我的身边。夫人，我们要喝交杯酒了。交杯之前，我要先感谢大帅今日为我做的一切。还有林强的事儿，爱护夫人是我的本分，何谢之有。而且
我更喜欢你叫我夫君。夫君，我终于如愿娶到你了。夫君，我还有一事不解。今日婚宴上的种种，总感觉是你故意安排的。你是故意想设计针对他的？夫人敏锐，今日的婚礼确实是精心设计的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他是父亲。夫君，你知道？夫君，你知道？不仅我知道，而且我知道，你也知道。那晚副将带我送婚书，你问他嫁给我能不能帮你摆脱父业，我就明白你知道他是父亲。我是听到了他与沈鹏飞的对话。夫君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在战场上，我亲眼目睹了傅延安为父亲粘挡子弹的一幕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。那为什么你要假装不知？若非如此，我又怎能娶到你？傅锦年活着，你就欣喜于他；唯有他死了，我才能得到你。夫人，你会责怪我如此处心积虑地抢走你吗？我何德何能得到你如此看重？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奶糖糖纸，我记得。小虎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？你爸爸呢？我爸爸被人抓去坐牢了。那你饿吗？你饿的话，我每天都来请你吃糖，好不好？我叫宋时威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顾小虎。我们拉钩，我每天都给你送糖，你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我爹没文化，他叫顾大虎，我就叫顾小虎。参军之后，是我的老师给我取了现在的名字。真的是你？我记得1个月后你就突然消失了，当时我还以为……我爹出狱后就从军了，我也随他一起去了军中。之后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想回来找你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等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了父亲您的妻子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幸好老天给了我第2次机会。侍卫，此生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身边。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
宋时威竟然成了大帅夫人，之前我们那样对他，还指不定他会怎么报复我们呢。如今他想掐死我们，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哎呀，造孽，真是造孽！哎呀，延安，你也想想办法呀！延安，别喝了。酒杯给我。延安，酒杯给我。延安，宋时威嫁给大帅，你在这借酒消愁个什么劲儿？你说你是不是被宋时威勾走了魂儿，动了肩挑两房的心思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色欲熏心，竟然看上了自己弟弟的遗孀。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你们别吵了，你们还嫌我们傅家的麻烦事不够多吗？要怪就怪宋时威那个狐狸精，当初我就不同意景年娶她，可景年她偏不听啊！延安，你和景年不同，景年她就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当初娘不惜害死她，就是为了让你独挑傅家的大梁啊！你说什么？娘，你说什么？你害死景年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当初是我叫人在景年的配枪上做了手脚。娘，你竟然干了这种事！难怪当初在战场上，可突然死活要跟我换枪。娘，为什么？景年，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亲生骨肉又怎么样？你别怪娘的心狠，当初我不让他娶宋时威，可他非要娶，他又把我这个当娘的放在眼里吗？景年他满脑子都是那个宋时威，他能有什么出息？傅家的家业要是交到他手里，早晚会被他败光了。这也是为了傅家的家业和名声着想的。娘，你不要说了。延安啊，像你这样的国家栋梁，娘啊是最疼你的。像傅景年那样的，就是死个10个100个的，娘也不心疼。我要你不要说了。延安，你做什么？你放手！我不是傅延安。什么？我是傅景年。你是景年？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讨厌我到了这种地步。可是毕竟虎毒不食子啊，又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呢？就算我有再多的不满，我也不会害自己的孩子。你真是景年，延安，延安呐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想着大哥。来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把军营里面没有窗户的柴房给打扫出来。老夫人病了，送她下去休息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允许放出来，也不能让她跟人说话。是，傅景年，你不能这么做！傅景年，别给我走上！所以，延安死了。对，当时在战场上，大哥突然换了我的手枪，后来他替我挡了子弹。我想，大哥一定猜到母亲做了什么手脚，就这么救了我一命。大哥临死前叮嘱我
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。所以，我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才打算冒充他。可是没想到，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所以，我才是那个克死丈夫的人。我还被自己的小叔子玷污，我还怀了小叔的孩子。大嫂，我天天骂宋时威，到头来，我林月娥才是那个最可笑的人。大嫂，你不要这么说自己。什么大嫂？不是傅景年，你就是傅延安。你必须加班下去，不然你让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以后怎么做人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去找宋时威。首先，你不许去，我不让你去！景年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让开！我要去少帅府，去找宋时威。你发什么疯啊？事已至此，你做什么都晚了。你让开！景年，大帅已经调令，让你去南方帅军抗敌了，今晚就出发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这是军令，违抗军令是要被枪毙的。景年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能看到你继续错下去。我今天就是绑，也要让你绑去南方去。来人，送副市长上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知道多少了？全都知道。我会让人把阿姨从军营带出来，跟景年一起去南方。你也去收拾收拾吧，一起出发。以后，我想着上海滩，你们是不会再回来了。苦命的孩子，你放心，无论你要多苦多难，我都会把你抚养长大。爹，请喝茶。好，好，好。儿媳妇敬的茶就是香甜的。您喜欢就好。我要是不喜欢你这个好儿媳妇，昨天我怎么会那么卖力配合那个混小子演戏？原来您都知道。在上海滩还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我顾大虎。侍卫，你放心，那些恶毒的人已经被我丢进黄浦江喂鱼了。我和那个混小子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你的人。我之前还以为一切都是夫君的主意，您是不知道的。我还为骗了爹而感到愧疚。可是您已经知道我的身世过往，为何还会答应让我进门？来，侍卫，坐。侍卫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我顾大虎就是个大老粗，以前是个大流氓，我3天2头的进班房。我儿子就是个小流氓，你说我们父子俩有什么资格嫌弃别人的出身？况且我知道你是被逼无奈进了醉花楼，你为了守贞被吊了7天7夜没服软，这是女中豪杰，我顾大虎佩服啊！哼，我顾家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，只有你这种女中豪杰才配做我顾家儿媳啊，才能替那个臭小子守好后方，他在战场上无后顾之忧。况且这混小子皮痒，老婆性子不烈，管不住。爹，话多了。咋的？你老爹我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。咋的？你是我爹呀！你这名啊，也真是没白起。能入顾家门，我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报，老帅、大帅，
副师长在南下途中当了逃兵，如今下落不明。什么？夫君，他说傅景年当逃兵了，怎么会突然南下了呢？是我昨晚下令将他调走的，本想着他南下了，夫人你眼不见心不烦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胆大妄为。这傅景年真是越发不堪了。我之前以为他固然负心，至少还是个战场上的英雄，没想到他竟这般贪生怕死。夫人以为傅景年是因为怕死才当的逃兵？不是吗？我想他是为了夫人才逃的，不出意外他必定会回来。夫君莫要说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夫人，这件事上恐怕要相信我的直觉。副将到，让军中上下留心，傅景年很可能回城了。是。还有，以后夫人出门必须带卫兵。是。夫人放心，我不会让傅景年动夫人分毫。夫君真是多虑了。傅景年负我之身，又怎会为我当逃兵？大哥，能借个烟吗？滚！侍卫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夫人，今日我有不少公务要处理，回来的晚，你不用等我吃饭。我又不是饿死鬼，自然是要等你回来的。一会儿呢，我去市集上买一些你爱吃的回来，今晚好好犒劳犒劳你。我可真有福气。侍卫，别叫我就放开你，好吗？你知道我是傅景年，不是大哥。什么时候？你把我从醉花楼带走那天起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顾之琳？你都跟大嫂睡在一起了，你还问我这种问题？你放开我！我是有苦衷的，侍卫。大哥为了救我战死，他临死前将大嫂托付给了我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放开我！照顾大嫂，需要你跟他睡在一块儿吗？需要你把我赶去柴房，在我置身火海中见死不救吗？需要你逼我给他输血，然后嫌弃我的血脏吗？傅景年，你骗得了自己，但是你骗不了旁人。侍卫，我错了，你忘了我们曾经的海誓山盟了吗？我爱你。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，当我在醉花楼受尽折辱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在我被林强绑架的时候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你在扮演你的好大哥，跟林月娥卿卿我我。如果不是顾之琳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站在这儿。好，既然你说你爱我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你爱我的痕迹。这些伤痕，有的是在醉花楼弄的，有的是在傅家弄的，全都是在你傅景年眼皮子底下干的。你还敢说爱我？谁给你的资格说爱我？侍卫，我错了，我不惜当逃兵，冒着被枪毙的风险，我也要回来找你。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
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？我们重新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不，我现在心里只有顾之琳，不是你。大帅，大事不好了！不要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儿？说。夫人不见了。傅景年，你果然来了。出发，去找夫人。是。我心里只有顾之琳，不是你。你爱他？你怎么可能爱他？可是他敬我，照顾我，爱我，他能给我你给不了的真心，所以我为什么不能爱他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夫君已经猜到你会回来，很快就能发现我失踪不见。我劝你最好悬崖勒马，好自为之。我不准你叫他夫君，他是夺别人爱情的强盗。世伟，你被他蒙骗了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清醒一点！傅景年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不行，对不起，世伟，我会让你看清楚自己的心意的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。夫人，等我。走。是。推车的，等等。大帅，胡子夫人的卫兵找到了，快带我去。夫君，我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。夫人呢？我们被人袭击了，夫人好像被带走了。报告大帅，我们在彻底晕倒之前，隐隐约约看见行凶者把夫人装到麻袋上，放到推车里了。你说什么？石堂，快，我们立刻折返。那个推车的人就是傅景年。是。哎，哥们儿，今晚没事儿，哥儿几个找地方喝酒去。走，哎，走。侍卫，我们马上要出城了。等出了城，我带你上车，去往一个只有我们的世外桃源。景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大嫂，怎么会是你？你不是随军南下了吗？你身为师长，却当了逃兵，我还怎么随军南下？景年，你别闹了，
没了你，我和肚子里的孩子还怎么过呀？你快回军中吧，沈家兄弟说了，只要你乖乖回去随军南下，他会帮你掩盖逃兵的事情。我不回去，我有事情要做。你有什么事情？你回上海滩，不就是为了追回宋时威吗？他现在已经是大帅夫人了，你抢不过大帅的。景年，你醒醒吧！让开！这麻袋怎么会动？景年，这里面装的什么？别管，让我走！宋时威，你不但抛弃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当了逃兵，你还绑架宋时威。要是让大帅知道，他会毙了你的。为了时威，我也不想活了。疯了，真的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，才会决定冒充大哥照顾你，不然我和时威也不至于沦落至此。大嫂让开，我要跟时威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你不许走，你要对我负责。这是你大哥的遗愿，是他救了你。够了，我还给大哥和你的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我只为我自己而活。景年，不许走！让开！我肚子好痛！景年，救我！救我和孩子！救人！你疯了！这可是2条人命，他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父亲你！时威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想管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去你的！找死！对不起，夫人，我来晚了。夫君，你来的刚刚好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救人！她是孕妇。副将，立刻将她送医。是。父亲，给你找死！这一拳是为你让时威受苦，这一拳是你得到了我爱的女人，却不好好珍惜。这一拳是你竟敢胆大包天绑架她。之前我看在时威份上留你口命，今天必须死！住手！别再打了，都受伤了。时威，你终归是关心我的，是吗？为了这种人，把手都打受伤了，不值得。你是大帅，是英雄，你要保重身体，才能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的。多谢夫人关心，我一定牢记。时威，
真的不再爱我了吗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再爱你了。当初，我希望你活着回来，现在我就多希望你死在战场上。至少那一刻，我心目中踌躇满志，意气风发，心生向往少年英雄的豪彩。而不是现在这样，让我感到害怕、陌生，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卑鄙小人。夫君，我们走吧，恢复我为你包扎。这种小人，就由得他自生自灭。不！啊！好了，夫君。感谢夫人。夫君，您可知道，刚刚傅景年将我绑走之时，我在想什么？夫人定然很害怕，是我没用，竟然差点让他跑了。我是很害怕，我怕的是再也见不到夫君。我害怕从此相隔天涯。夫君，经过此事，我才肯定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你。我只愿与夫君白头到老，此生不分离。夫人，我顾志林对天发誓，此生绝不负你，否则必定在战场上被碎尸万段。夫君，不许说。大帅，大帅，大帅急报！又怎么了？前线告急。什么？没想到防线竟然溃败得这么快。大帅，前线若无支援，恐怕撑不过一招。夫人，如今家国有难，我无法继续安坐家中，做一个冷眼旁观的懦夫。只是我刚刚才跟夫人许诺，此生永不分离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都知道。你放心去吧，不管你去多久，这个家始终都会为你留一盏灯，等你回来。夫人，等我带着天下太平的好消息回来。出发。是。等你得胜归来。宋侍卫，宋侍卫，宋侍卫，林月娥，走开，走开！
向你道歉的。让他进来吧。我知道是你让人将我送去医院，否则我的命肯定保不住。只是我的孩子还是没了。夫人，之前是我误会你，勾引我丈夫，才对你百般刁难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那些事情我早就不计较了。你也是苦命人，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这次来，除了道谢和认错，我还受人所托，要给夫人你送一个东西。大帅夫人，当你看到我这封信时，我已经重新投军，作为一个无名小卒，站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上了。那天听到你说的话后，我才幡然醒悟，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所作所为是何等荒唐。夫人，是我父亲也有负于你，我也深知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，因而我选择了报效家国，直至战死。我希望你日后能生活在和平的土地上，也希望当你偶尔再想起父亲年时，能暂且忘却他的不堪和丑陋。永别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风雨。思君不见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夫君，夫人，我没有违背承诺。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，不知这是父亲年牺牲了，在战场上他救了我一命。夫君，这一次天下真的太平了吗？太平了，所有人都能活在一片和平的土地上了。